2023年，我做了一个最冲动的决定，我和老婆2个人开着一辆国产蓝牌车，单车穿越非洲。这是我做自媒体的第3年，我想大概是我这一生中最难的1年了。这是遥远的撒哈拉大沙漠，是我们万里之行的起点，是一段被粉丝们称为西天取经的回忆。在出发之前，我查阅了很多资料，也规划了一些路线，但实际执行的时候，我发现我忽略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。我们不是一名普通游客，我们也不是只要把车开到目的地就行，我们应该要找出这个国家有意思的文化才行。但这些国家基本都没啥参考的信息，没人知道，就只能自己在迷茫中摸索。所以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国家来回的转圈，再加上很多非洲国家都有出了首都就没路的特点，26000公里，愣是让我们开了整整1年。记得在毛里塔尼亚，这是一个极为神秘的国家，大街上拿出手机拍照都会犯法的一个封闭国度，但是也处处存在着让我们叹为观止的文化。这里满大街走着300-400斤的女孩，你敢信？这里的女孩240斤才能结婚，你信不信？为了记录到胖人文化的由来，我们决定前往发源地。我们重金搞定了许可证，找到了带路人，再一次穿越了撒哈拉沙漠，在一个极度危险的环境中，一开就是6-7个小时。只要松油门，随时随地可能陷入沙丘。那里没网没电没信号，一旦出事真的难以获救。还记得在塞拉利昂吗？我们为了记录到传说中的血钻，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，独自开车前往了科努，在热带雨林里像过关一样被困了3天，穿行的路宽度竟不足2米，除了断头崖就是45度的大斜坡，还经常遇到没有路需要自己搭建的情况。要是没遇到摩托哥，想必那里就是我们的终点。此时不得不说一下我老婆纳兰，身处在完全没有任何救援能力的野外环境，顶着只要车坏了大概率会出现人身危险的压力，她竟然没有说出一句软话，还在我压力极大的时候平复我的心情。我想我如果真的能穿越非洲的话，大半功劳要归功于她。其实这趟旅程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，没想到在疫情之后和之前变化如此之多，没想到非洲竟然真的存在那么多我们难以窥知的地方。而更没有想到的是，因为我们开了一辆蓝牌车，在非洲行驶的过程中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困扰。在冈比亚被30多人劫持，在路上多次被拦停检查，几乎每天都要被拦停不止10次。车子在几内亚被扣，在科特迪瓦被扣，在加纳被扣，甚至在埃塞俄比亚一扣就是49天，竟然还把我抓进了小黑屋。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被抓，被10几名大兵看守。这段时间度过了我生理上最黑暗的时刻。首先饱受了35天在吉布提拿车的一个折磨，又马上迎接到了埃塞俄比亚被抓的痛苦，顶着50度的高温东奔西跑，喝不上水，吃不上菜，也加不上汽油，甚至连睡觉都只能睡在大街上。晚上不是被驴咬就是被狗追，每一秒都是煎熬，也是我旅程中唯一想过要放弃的时候。幸好遇到了海关小哥，把家借给了我。当时我看到空调的那一瞬间，我差点哭出来。在那个时候，能躺在一个空调的屋里吃一碗方便面，已经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事儿了。这是我距离死亡最近的一次。在非洲，我病了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，疟疾，但没想到让贝宁的医院差点给我整成肾衰竭，10个小时给我打了8个大点滴，17针，直接给我整昏迷了。纳兰愣是一宿的没睡看着我，在迷离之中，我似乎见到了我爷爷。等醒了之后，就发现不能正常上厕所了，隐约觉得不好，药坏，背着医院偷偷赶快溜走了。结果回国一检查，果然用药过度，肌酐超过正常标准好几倍。你要说非洲医疗不好吧，但是它还真能治病，治各种的矫情、娇气、挑剔、挑食的坏毛病。如果你家孩子是个熊孩子，那你把他送到非洲待2年，多半回去恶习全无。前提得是他能挺过1年。9月底，我们终于结束了长达2年的海外旅行生涯，见到了久违的朋友们，还有我们可爱的孩子。有时候看着他幸福的童年时光，真希望一直陪在他的身边，但现实根本没有给我们这个选项。在度过了2个月家庭的温暖之后，我们选择继续出发。今年我做了2件值得骄傲的事儿，一个是徒步登上了位于埃塞俄比亚的尔塔阿雷活火山。当走上刚刚冷却熔岩，看着即将爆发的火山的时候，我真的激动了。我又完成了人生的一个梦想，徒步登上一座活火山。还有一件事儿，一件我想了8年没有敢做的事儿，开着重度改装的越野车登上一座冰川。这一次我们来到了冰岛。
在万里雪原的覆盖下寻找登上冰川的道路，现车，现车，还是现车。要是没有冰岛治愈的野生温泉和美妙的北极光陪伴的话，我可能早已打了退堂鼓。不过好在有着专业的极地领航员指导，再加上一点点的好运气，我们终于抵达了冰川顶，梦想又完成了一次。如果为2023年说一句总结的话，我觉得只要自己不放弃，没什么事儿可以打倒我们。如果问我2023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，可能是我胆子又大了一点，粉丝又多了一点，没有变老，却又长大了一点吧。如果问我2023年最让我开心的是什么，那真就是能有这么多粉丝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，和娶了一个能在无尽的困难中对我不离不弃的老婆。2023年已然过去，看着这一年获得的诸多殊荣，我发现我很享受在困难中站起来的感觉和解决问题后的喜悦心情。可能我天生就是一个战士吧，挥舞着刀剑不断前行。马上又要返回非洲，继续我们的穿越非洲之旅了。2024，我们接受你的挑战。